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豹女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这个的话是打野绝活哥吧，他还会兼玩一些其他打野，玩的还蛮不错的。男刀还有几也算是他的绝活了，但这期的话，我们只录到他的豹女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刷野思路。利用一个位置远程的一个 Q， 因为豹女的话，她的 Q 技能是距离越远，伤害越高嘛。这里的话，再给那边来一个远程的 Q。这里拉过来 ，Q 的话还是给到那个大的狼，不能给到小的狼。有眼的发现了，豹女的话刷野那个节奏很快，1分44秒就已经把河道蟹都刷完了。这里的话来找对方。又命中了。这样的话，残血其实可以找机会兵线进去了，看他能不能命中。但有眼，对方一直躲着，那这样的话只能撤了。未来了，两边。但这里的话想阻止对方回，但没有弄成。两边打野节奏差不多，双人路打了起来，杀掉了对方的维鲁斯。维鲁斯的话确实大不如以前因为他的那个被动改了以后。这里的话。过来平 A 收掉了一个辅助，爽吃了一口。发现到处都是眼。豹女的话可以带三绿，也可以带3红，或者就是三黄吧，3红3黄的那种玩法，伤害够高。但如果说你觉得你玩的没那么熟练，或者说对面的阵容比较肉什么的，我建议还是带3绿，这样的话你可以有个容错在里面，不至于说打到后面就逆风的话一点都玩不了。这里过来打了一套血怒打出来，直接 P。操作。豹女有自己的那个奶，可以奶一口的。主要还是等级和装备上的一个压制对方。对方出的是铁板鞋。
就感觉绝活哥这边的话 ，Q 的命中率比较低啊，还是现在看不太出来。这波看了几波，确实空的有点厉害。看他在那个团战的时候怎么样吧。豹女的 Q 命中率确实前期需要，但后期更需要，就是在团前的一个消耗。这里被抓了一个。扫过来，蹲一手，看看能不能抓到个人。直接打了起来，对面射手被泡起来了，那就跑不掉喽。直接跳过来，有印记的可以打个那个伤害。这阿卡丽玩的是那个星之钢阿卡丽啊，不知道谁教的。好早之前我也出过这个视频，但那时候还没在油管发，那时候被 B 站的那个粉丝们说了一下，教人玩这些花里胡哨的，但没想到这个版本竟然还挺猛的，听说是，所以自己奶一口。就是这里面可以看到，豹女这个奶给自己奶的话，其实对面没有做那个减，就是重伤，诺手是劈不准的。这里的话包过来，但好像找到了对面中单，放个先锋，位置很好。直接越掉这个辅助，还有射手。塞恩的话可以扛到死都没关系的。这里的话再去找这个射手，射手这边教了很多技能的，露露大招也教了。那这里的话可以看到 Q 的命中率确实高哈，这个绝活哥的，这里把人头给让出去了。这里中路打了起来，但回家出装备了，因为4000块钱，再不出中路出问题了，就不太好了。这里出来以后，对方直接跑了，不敢回头打。豹女啊，说实话，豹女的连招那还用教吗？真的是。豹女的连招就不用教了，得看你们自己。你的手速有多快，他连招都有多快。我就不教他连招了，等你们自己去吧。但我们豹女这种小代英雄，就刷就行。虽然说现在豹女可以说不是很厉害。这里没标到，标到的话。
就可以直接用闪现跟了。没有带绿色就蓝色那个超燃的那个减 CD 符文，它 Q 的那个 CD 有点长，没有那么短，就是 Q 起来那么舒服。对面闪现过来开，闪现拉开，那这样的话跑不掉了。就我感觉，我这边也看着这个豹女的刷野的那个，真的就没停过，你知道吗？就一直在刷，刷着经济就是领先对面的，这就是豹女的一个优势吧。而且有优势的情况下，而且又能远程消耗，近战伤害又不低，其实豹女没那么弱。那你说强到那种说对面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，那也没有，不像盲僧那么变态。看伤害的话，还是容易会被对面规避掉的。但这种阵容团的话，还是蛮好打出来优势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可以直接来拿大龙。哇，还真被抢到了！刚刚绝活哥还说大招这个，就是说大招没，就是小心拉克斯大招嘛，说自己没有惩戒，反倒是被抢了，好像是那个大招命中了英雄的那个彗星砸出来吧，好像是。对面拉克斯是带彗星的嘛？就没人用偷推棒。这里拖到队友过来，但位的话有，这拉克斯伤害好高哦。对面带的是相位，但为什么会命中？难不成是那个谁，那个什么的伤害？那个卢登的那个弹了一下，唯一只有这样解释。也有可能是带了那个，就是红色符文有一个灼烧，那个就是技能命中对方以后，有一个让对方，让技能命中的会有那个灼烧效果的。估计就是刚好就差那么几滴血。这运气真的是太好了。
就有时候你被对方击杀以后或者什么的时候，你可以看一下那个你被击杀过程中是有什么对你造成伤害的，然后你可以判断对方是带了什么符文，知道吧？而不是说啊对方带什么符文只能凭猜测去猜，也可以利用啊被对方击杀以后，是吧？参与击杀以后，看看是有什么东西造成有伤害。可能大部分是技能，但有时候也会显示有那个符文的那个伤害。这里扑上来，咬一口，把对面赶开。这里的话，诺手一个人孤立南辕，维鲁斯是没有闪现的，已经被打出来了。这样的话，可以把这条小龙给拿到手。这个惩戒又放早了。完了，本来好好的节奏，非得先惩。说实话，如果是路人局的话，这波队友已经不想玩了，肯定会骂起来的，折磨队友主要是。好了，这条龙如果还送掉的话，那真没得玩。队友打了起来了，那这样的话得绕后，找波机会。怒手劈出来了，但没有劈到血怒的。这里的话，不会又把惩戒先用了吧？哦，对面没有给大招。哦，对面想打起来的话，喂，能秒掉吗？秒不掉，有露露的大招救了一命。这里扑上来咬了一口，这里可以看到黑暗收割在后期的发力点。确实很凶，这种情况下的话，扑不到，不好扑，主要是。镜子那个维鲁斯在旁边，那这样的话，拿这条龙。只是把时间往后拖了。哦，这里操作起来了，阿卡丽，我靠，星之干阿卡丽又肉又有输出，我发现，太狠了。但感觉并不是太建议星之干阿卡丽，有点太拖节奏了。如果不是星之干阿卡丽的话，其实前面已经可以打穿对面了。就玩一玩可以，但不能这么玩。像这种有这个塞恩在前面硬扛，对面是打不太动的，打很久，你看没有？技能基本上教的差不多了，对面维鲁斯就追着射手 A， 那这样的话反倒是会被射手秒掉的。哦，这里对方劈了个满血，阿卡丽。队友已经开始对这位绝活哥的惩戒不是很信任了。
这样的话可以尝试一波吗？但没有大龙兵不是很好一波啊，但有远古龙可以消耗对方。没线，现在的话必须得把线推进去，但肯定会被清掉的。确实兵线还不太行。2个吊点，这里扑上来咬掉一个，找机会，只能打。豹形态扑一个就死一个的。哦，对方追出来，那这样的话维鲁斯可以死了。扑一个大招，再看看再扑一个吗？露露。远古龙还有10几秒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塔可以吃掉了。好，那这期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